喂，李总，是我小陈。我们村的桃子呀，今年品相特别好。李总，您行好，把售价再提一提。这真心的开发商啊，我一辈子的血汗钱都在里面呢，我一辈子的血汗钱呢。乡亲们，这是怎么了？季川哥，前几年有个搞乡村建设的改革开发商，乡亲们就凑了点钱，在他那儿买了房，结果他卷钱跑路了，就只剩下了烂尾楼。季川哥，你一向主意多，人脉广，你看能不能帮大家伙想想办法，找人把楼收了呀？是啊，这烂尾楼是开发商的问题，如果没有其他公司愿意接手，我也没什么办法。怎么会没什么办法呢？季川，你可是我们村杰出的乡村企业家呀，你肯定有门路的，对吧？就是啊，对呀。哎呀，季川哥，接盘烂尾楼的价格低甜也没有关系，关键就是帮乡亲们解决问题啊！季川哥，你就帮帮大家吧。这价格呀都好说，能解决这烂尾楼的事啊就行。这都是大家的血汗钱，季川哥，你就帮大伙想想办法吧。是啊，想想办法。想想，季川呀，你要是有办法，就帮帮乡亲们吧。毕竟这也是乡亲们的血汗钱呀。是啊。我想办法试试，只是希望不大。有没有人接手，我也不敢打保票。没事。哎呦，季川太谦虚了。那之前哪件事没帮乡亲们办到啊？啊？是啊，说不定季川还能帮我们拿回点补偿款呢。哎，是啊。好了，大家先回家吧。这事儿我去城里问问，大家在家等我消息。行，秋花姐，季川，我们先回去。好，大家先回吧。陆助理，我已经预约1个月了，也没能和沈总见上面。今天大好机会，求求您通融一下。陆助理，就占用沈总几分钟时间，您通融一下吧。沈总今天已经安排满了，实在没有时间见诸。这真麻烦呐！沈总，是沈总来了。沈总，超超，季川。来吃菜。季川，你现在过得怎么样？还是在周家村帮乡亲们吗？你呢？如你所见，庄南集团现在做大做强，多亏了你当初的指点。这也离不开你自己的努力啊。可庄南集团原本应该是你的，当初要不是为了回周家村建设乡村，现在坐在总裁位置上的人应该是你。其实比起在城里当大总裁，我还是更希望能帮助乡亲。再说了，看到你过得好，我心里也高兴，不是吗？对了，你结婚了吗？怎么可能？忙着带乡亲们脱贫致富，哪有时间谈情说爱呀？我沈总，沈总，合同拿来了。季春，你们的村子原本并不在度假村的规划之内，但是看在你是为了村子发展和我们，没什么，看在你是为了村子的份上，我已经让人把你们村划进去了。赵赵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我代表我们村感谢你。先别急着谢我，这个收购的价格嘛，因为周家村的楼是烂尾的，楼盘本身的绿化设施配套等等都达不到度假村的标准，所以
我们给不了太高，每一套楼成本价100万。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再多加50万。你要从中赚多少，你自己定。让你帮忙，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。再说都是乡亲们的事，我怎么可能只想着赚钱呢？跟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来，吃菜。哎呦，小阿婶儿，你儿子可是帮了我们大忙啊！这都是乡亲们的一点点小心意，秀华婶儿，您一定要收下呀！哎呀，对呀，收下吧，收下吧，收下吧！乡亲们，我们家金川能帮到乡亲们就好了。这些东西啊，真的不能收，你们拿回去啊，自己用吧啊！哎呦，收下吧！哟，乡亲们都在呢。什么？我们村的烂尾楼进度假村规划了？是啊，我看其他楼盘一套赔偿200万呢，你们村要发了。我得赶紧去告诉乡亲们。哟，乡亲们都在呢。金川，哎呀，季川，我听说烂尾楼收购的事谈下来了。哎呦，我们周家村有你，真是3生不修来的福分呐！是，谈下来了。我看呐，以后不能叫季川了，应该叫陈老板才对。来，收购成本100万，另外50万的补偿，总计150万。大家看一下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去签字了。行，好啊，150万！我买房子成本100万，这50万可是把我们这几年的亏损都补上了啊！是啊100万就算是放进银行，这几年的利息也赚不到50万呢。这些钱我们拿着盖房子、买套新房都绰绰有余呀！是啊，我签。等一下，季川哥，刚刚乡亲们说你给开发商的钱是多少？补偿150万，有什么问题吗，村长？总价150万。陈季川，这合同不对吧？闺女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应该问问他陈季川干什么。乡亲们，这合同不能签。怎么了这是啊150万，怎么能不签呢？这合同有什么问题吗？为什么不能签？陈季川，你还敢问啊？我又没做亏心事，我为什么不敢问？好啊，既然你不肯承认，那只有我来撕破你的脸。乡亲们，就是他，陈季川，吃了我们的补偿款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是啊，究竟怎么回事啊？周若丽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什么叫我吃了乡亲们的赔偿款？若琳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？我们家季川他可不是这种人呀！周若丽，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推人干什么？好啊，那我问你，隔壁楼盘一套卖多少钱？开发商收购回来赔偿他们是多少钱？具体多少我不知道，但一定比我们的烂尾楼高。跟我装糊涂是吧？那我告诉你，隔壁楼盘一套收回来就是200万。200万！我们这些房子不在规划范围之内，开发商愿意给150万已经是加价了。加价？据我了解，乡亲们的烂尾楼已经划入到了度假村范围之内。从烂尾楼变成度假村，这个价格可不只150万呢。乡亲们可以问问买了隔壁楼盘的亲戚，规划进度假村的房价是多少钱？这可不只是150万呢。我得打电话问一下。周若琳，你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哄骗乡亲。那些房子都是建好的商品房，原本就比烂尾楼的价格要高一些。况且我们的楼本来没有规划进度假村里边，是我费了9牛2虎之力。哟，急了呀！被我戳穿了，吃不到乡亲们的补偿款了，恼羞成怒了。
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轻飘飘说2句话，就能让我们周家村变成度假村的规划范围之内了？我陈继川，行得正，坐得端，绝对没有赚乡亲们1分钱。乡亲们，问好了吗？是不是要建度假村？他们的楼盘又是多少钱？对，我家小叔子说，他们的楼房一套200万收呢。我侄子也这么说，我姑姑也这么说的。陈继川，自己听听，是不是200万一套？乡亲们，你们听听，200万和他说的150万差了整整50万。明明我们周家村被划进了度假村里，却只能拿到比别人低的价格。他陈继川到底吃了我们多少回扣？这合同我们不能签。不签，合同不签了，不签了。 200万和150万一套的差价就是50万，我们村有20户人家，这加起来就是1000万。我说他一个外姓怎么对咱们周家村的事这么积极呢？原来是为了吞乡亲们的钱呢！我呸！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滚一边去！妈，我再重复一次，陈继川做事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清清白白。大家要是不信，大可以看看合同，上面究竟写的是多少钱。真的呀，原价100万，额外赔偿50万。合同上真的是150万，继川没有骗我们。季川呐，刚刚是乡亲们太着急了，你可别往心里去啊。是啊，我就说季川对我们周家村的乡亲一向是照顾的，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？是吗？乡亲们，别被他骗了，这是一份阴阳合同。阴阳合同是什么？他还签了一份真正的合同，给你们看的这一份是假的。好你个陈继川，看着你长得人模狗样的，竟然这么黑心！我就说你这种外姓的不可信，一个个的心眼比头发丝还多。乡亲们不要激动，听我说，周围几个小区都是建成的商品房，小区的配套更优越，小区的绿化更是比我们小区大得多。况且我们小区烂尾了，我们怎么能跟人家比价格呢？没盖好又怎么样？我们虽然没盖好，但我们村也被划入了度假村范围之内，凭什么少给我们钱？我们就要跟别人一样的钱。不要一样的玩意儿，你真是，乡亲们都这样对你做。陈继川，你少糊弄我们了！我看你就是想拿了钱不承认吧？就是，你这种黑心的合同，我们是不会签的。好，大家不相信我，那就打电话给招南集团的总裁，让他亲口说究竟是多少钱。喂，季川，怎么了昭昭，我们的补偿款究竟是多少钱？150万一套啊，怎么了吗？150万一套啊，怎么了吗？没事，昭昭，我这儿还有事，先挂了。你们自己都听见了吧？我究竟有没有昧着良心赚你们的血汗钱？你不是说跟招南集团的总裁打电话吗？这昭昭又是谁呀？女朋友呀？不会是招南集团的保洁吧？你是想跟乡亲们说，昨天是跟招南集团的保洁签的合同吧？周若琳，自己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这究竟是不是招南集团的总裁沈招南？你电话那头要真的是招南集团的总裁，为什么要不到更好的价格？就算要不到300-400万，那和别人一样，200万总得有吧？我看呀，你就是想吃了我们的补偿款去讨好你女朋友吧？好你个白眼狼，敢拿我们的补偿款去做人情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个交代！好，我今天就给你们一个说法。那天是你们说这房子烂尾这么多年，想拿回自己的血汗钱，让我帮忙想办法。
我替你们去找开发商，不仅拿回了你们的成本价，还补偿了50万。我合同都带来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可你给的价格也太低了，我们怎么能同意？就是，太低了，就是呀，钱太少了。是不是你们自己说的？只要能接盘这个烂尾楼，价格低点也没事儿，是不是你说的？你说没说？你说没说？沈总，只是接济老朋友的话，为什么不直接给钱呢？你懂什么？我可是要去提亲的。提亲？那个陈继川只不过是个农村小伙，即便有点生意头脑，可拿什么跟集团老总的您比啊？别这么说，当初我跟季川一起创业，在壮丹集团发展态势一片大好的时候，是季川把集团让给了我，独自回乡发展。他临走前啊，还把后面几年的规划都给我想好了。没有他，就没有昭南集团的今天。你身为昭南集团的员工，以后不准这么说他。是，沈总，是我失言了。别耽误时间了，我们去提亲。今天我要给季川一个惊喜。你呢？说没说？我们说的不过是客气话，谁知道你还当真了，还害乡亲们亏这么多，简直是丧气的。就是乡亲们，当初昭南集团评估的时候，我们村的烂尾楼只有50万一套，烂尾的房子价格自然是要打折扣的。人家昭南集团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才愿意成本价收购，还愿意补贴你们这几年的损失。哟，牛皮都吹上天了！要是真有这么大的本事，怎么不多谈一点啊？是，少往自己脸上吹金了。乡亲们，咱们做人得讲道理吧。这些年，我们季川为了周家村的乡亲，为了周家村的发展，为乡亲们做了多少事啊！即便是你们对赔偿款不满意，也不能这样说我们季川呀！还帮忙呢啊！我看别人有事，他跑得比狗还快呢。我看是想吃回扣吧？当初卖我们家桃子那个积极劲儿，不知道黑了多少钱呢。之前还帮我们家卖橘子呢。陈继川，这么多年你装模作样帮助乡亲们，原来就是为了挣他家的钱呀！乡亲们，这件事情咱不能这么算了，今天就让他把这些年吃的黑心钱都还回来。对，还过来！我陈继川做人做事敢做敢当，从来没赚过你们一分。陈继川，他是故意的，完全得死赔了他！我做错呀！这他妈！还钱！我做错呀！你是滚出去！没死回钱！青蛙了，什么清高啊你！妈！想装晕蒙混过去是吧？难道没有？把之前吃我们的黑心钱给我吐出来！快还钱！快还钱！什么清高啊！初儿啊，你为他们做了那么多，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们呀？周素芬，当初我为什么帮你家卖桃子？是不是你告诉我儿子结婚需要用钱？我帮你卖的比收购价还高5毛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那也没赚几个钱啊！你不就是想博个好名声，让乡亲们夸你呗？我博个好名声，我稀罕，我可太稀罕了。还有你，周大强，你家那片橘子里，从种植到销售哪一个环节不是我帮你的？你这都不满意吗？你可拉倒吧！那品相不好的橘子，你是不是也压价了？想在我面前装好人，我呸！
还有你，当时你嫌自己家的地偏僻位置，我把我家的地借给你种葡萄，这么多年，我收过你一分租金吗？就你家那几亩地，谁稀罕啊？要不是我帮你，你家那几亩地早荒了。我不问你要钱就不错了，你还问我要钱？好，好啊！既然这么多年，你们觉得都是我陈继川一厢情愿，那从此以后，周家村的忙不帮也罢。这烂尾不会有人接盘，没人接盘就没人接盘，谁稀罕你来帮忙呀？都是我的错呀，都是我的错呀。没事。是妈不好，要不是妈非得让你帮助他们，咱们怎么会落成这样啊？妈，这怎么能怪到你的头上呢？这件事，咱们两个都没有错，错的是这群白眼狼。陈继川，你这个戏已经演够了没有？今天必须把吃我们大家的黑心钱都吐出来，否则你这个外姓人就别想在周家村待着了。上次去老陈家看见不少好东西，这狼崽子要是不给钱呢，咱们就把他都搬了。哎，你们不能这样，你们这是抢劫，是犯罪呀！还想吓唬我们？你们家哪样东西是你们自己的啊？还不是吃我们回扣买的？我们拿回自己的东西那是天经地义。啊，走，滚开！妈，没事，他们想要就拿就好了。哎呦，陈继川，这些都是你欠我们的。识相的把这收购款改为200万一套，这样我们周家村还能容得下，否则就不要怪我们把你这个外姓的赶出周家村。不用你们赶，我们自己会走。还有，关于收购款的事，你们不是想要200万吗？不是想要更多？好啊，我今儿还就告诉你，这烂尾楼以后谁也别想收购的事儿。陈继川，你说老几啊你？这是度假村规划的事儿，是你说不收购就不收购的呀。那说的呢？那我说的呢？赵赵，你怎么来了？季春，你没事吧？这是咋了？家里进贼了？长南，真是你呀！是我，林爷，咱们好多年没见了。所以这到底是咋了？赵赵，收购的事儿出了点岔子，没办好。我还以为出啥事了呢，没办好就不办了呗。反正这度假村也不是非烂尾楼。您就是陈继川说的那个昭南集团总裁。沈总，您有所不知，这问题呀，真不是出在我们身上，都是陈继川的心太黑了，不然我们也不会跟他起争执。沈总，你看这烂尾楼的事儿，你跟我谈也行，我们村的事儿都是我做主。你谁呀？也配跟我谈？我可是我们村的村干部，哼，谁要是想收我们村的楼，那也只能跟我谈。我懂了，看来是季川给的价格太低了。没错呀，陈总，你可千万不能把收购的事儿交给陈继川这黑心肝的去办，他
给的价格才150万一套，这不是坑人吗？就是，这隔壁小区的明明是200万，对呀，这图图少了50万呢。 150万，我给你150万，你怎么给他们也是150万啊？季川，你这么做你图啥呀？图瞎了眼，费尽心血帮了一群白眼狼。哎，你的意思是季川没有赚我们钱呢？哎呀，这女人说她是招南集团总裁，她就是啊！哼，我和总裁的助理张青云是朋友，我这就给她打电话问问。去，快点，快点，打呀！哎，张助理，沈总今天有到我们周家村来吗？周家村没有啊，沈总出门的时候说是去分公司了，没有去你们村的行程。好的，那我先不打扰您了啊。你个冒牌货！张助理说了，沈总根本就没有来到周家村的行程，大家别被他骗了。张助理说了，沈总就根本没有来到周家村的行程。我看呀，你就是和陈继川是一伙的骗子。哎呀，看你这么气派，还以为你真是沈总呢，没想到是陈继川找的演员啊！这陈继川叫的这么亲热，还周周呢？我看呐，这分明就是他的姘头。我和昭昭清清白白，不是你们说的那样，你们这是造谣。哟喂，这么紧张，怕是被我们说中了吧？乡亲们，我看呐，他们就是一对黑心肝的奸富淫妇，跑到我们村儿来坑蒙拐骗的。注意你的措辞，如此造谣抹黑沈总，我们赵南集团必将追究到底。嘿，你谁呀？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我是沈总的助理。助理？哼，怎么现在做戏都做全套了，都开始请上助理来了？你看好了，这是我的工牌，我就是沈总的助理。假冒的就是假冒的，拿张工牌糊弄我，哈！你以为这就好使啊？我要是假冒的，带着这么多保镖，开着豪车来向陈继川提亲呀，这些可都是价值连城的礼物。你觉得我会拿这么贵重的礼物来糊弄你们吗？哼，别把自己想得太大。你假冒招南集团总裁和陈继川一起吃回扣，当然用得起这些了。什么？他俩一起吃回扣？好啊，果然是外星人，联合着外人来骗咱们周家村的钱来了。你简直是黑心的鬼！周若离，昭昭好心把烂尾楼划入度假村的规划，你不要在这血口喷人，怀疑他的身份，还污蔑他骗钱。你说我是假的，你又有什么证据？张助理已经证实了，沈总呀，今天就根本没有来到周家村。既然你这么嘴硬，那我也好让你见识见识。稍后呀，我就让张助理来，看你还怎么狡辩。好啊，那你就打电话把张清云给叫过来。张特助的大名也是你随便能叫的。你们这对奸夫淫妇简直是胆大妄为，连我们周家村的回扣都敢吃，还冒充招南集团的人，咱们千万不能放过他们。就是，张助理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冒充招南集团总裁的女人，你赶紧过来揭穿她的真面目。竟有人趁着沈总有钥匙出门冒充他，真是胆大包天！你等着，我这就过去。好，听见没有？沈总今天有钥匙出门，你呀就是个冒牌货。等张助理来了，你的死期就到。周若离，我劝你收敛一点，不要得罪不该得罪的人。好啊，乡亲们，你们看到了没？陈继川竟然还敢威胁我！你真不会以为找几个演员就能够左右烂尾楼的收购吧？只要是季川不想收购的楼，我们招南集团绝不会拆一砖一瓦。哟，还在这里装模作样呢！啊，都敢威胁上了。骗别人可别把自己给骗了，就你还招南集团的总裁呢？像你这样的，在招南集团顶多是个做保洁的。就是，听见了？你当总裁呀，别把自己给骗了。哎呀，我们烂尾楼啊，已经划入到了度假村的规划范围之内，可不是你们说不收就收的。还好有村长，否则
岂不是让陈继川这畜生给骗了？就是，对吧？村长可是我们的大恩人。你们真是眼瞎心盲，连谁是你们的恩人都分不清。我再重申一遍，我陈继川做人做事敢做敢当，这么多年，村里的硬化路、学校篮球场、周家祠堂，哪个不是我找人修的？试问我陈继川哪里对不起你们了？陈继川，给乡亲们办事儿，那是你应该做的，还敢在这里说三道四。要不是乡亲们信任你，给你机会，这些事儿还轮不到你呢。你身为一个外姓人，就应该好好为周家村出一份力，别因为一些小事儿在那斤斤计较。是啊，要不是乡亲们看中你在城里有些人脉，谁稀罕把村里的事交给一个外姓人呢？你平时吃了这么多回扣，现在在这给我装模作样的，我赔！季川他没有吃回扣啊！我发誓，如果季川吃了回扣，我不得好死！我呸！你个老不死的，发誓有什么用啊？那谁知道你明天是不是就两腿一蹬了？妈，你先进去休息，这里我能处理。没错，林姨，季川他能够处理好的，我扶您进去休息。走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个词儿啊！陈继川，你别想继续吃我们回扣。一会儿呀，张助理就来了，带我去看沈总。我一会儿亲自跟沈总谈价格，给乡亲们谈个200万。好啊，好啊！200万，你们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烂尾楼的成本才100万，我们兆南集团的专家评审组去调研，评估你们的价格更是只有80万。200万，你们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烂尾楼的成本才100万，你都说了成本100万，那我们要200万怎么了？啊，别人都这么要的。你个冒牌货，少在这儿胡说八道！兆南集团这么大的公司，怎么可能这么抠门呢？抠门？我们兆南集团的专家评估组去考察，评估下来，一套烂尾房的价格最高也就80万。10万？怎么这么低？这怎么可能啊？啊！你说80万就80万啊？你一个陈继川请来的演员，还想用低价骗乡亲们签黑金合同？没错，他一定是在骗子。还好村长李东建一下子拆穿了他的阴谋。你们执迷不悟，以后会后悔的。后悔？后悔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烂尾楼的收购价格是200万，少拿80万，150万糊弄我们。到底是不是糊弄？等张群来了就知道。还装呢？啊！你一个冒牌货在这出什么老大呢？这是周家村，不是戏台子。一群不识好歹的东西！原本股东们是坚决不同意把烂尾楼纳入度假村的规划，要不是沈总连夜召开股东会说服股东们，你们连50万都拿不到。小陆，你们沈总这又是何必呢？该多少就多少呗。沈总也是看在您的面子上才想着要帮帮他们，但现在看来也不用了。哟，还演上了！你不会以为你空口白牙、偏几瞎话就能骗到乡亲们吧？我告诉你，张助理马上就来了，我看你还怎么编！好呀，我倒要看看他张青云敢不敢追究沈总的责任。还在这装呢？啊！助理，等会儿张助理来了，你可要给大家谈个好价钱呀！那是当然。是谁胆敢冒充沈总？是谁胆敢冒充沈总？哎呦，张助理，你可算来了，就是他们，一个呀胆大冒充沈总，一个呀拿着你们兆南集团收购烂尾楼的事情来吃回扣。就是你在我们兆南集团的项目上吃回扣，真是好大的胆子啊！其他楼盘的价格都是200万，就我们的楼盘是150万，这不是在我们中间赚差价是什么？他还说和你们沈总认识，哼，我看呀，他就是撒谎都不打草稿。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臭乞丐，也敢冒充我们沈总的朋友？乡亲们，我们兆南集团收购楼盘价格是200万，他说的价格是假的，我在兆南集团更是没有见过他。陈继川，我们张助理都没见过你，不会你的合同也是假的吧？好你个陈继川，原本以为你只是吃大家回扣，没想到你居然还假冒沈总的朋友。你个黑心肝的东西，我们把烂尾楼的事情交给你，你竟然敢欺骗乡亲们！张助理，你可赶紧联系兆南集团，
惩治这两个骗子，省得他们在外面拿着你们的旗号招摇撞骗。哼，这可是对昭南集团的不敬，对沈总的不敬，更是对您的不敬。我才不是什么骗子。这个是你们沈总给我的收购合同，你一看便知。公章都有，难道合同是真的？可我怎么一点消息没听到？不行，打电话问问。谁知道这份合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万一你伪造我们昭南集团的公章，拿假合同来招摇撞骗呢？绝不可能！你要是不信，大可以回集团调查一下，这个究竟是不是真的。为了你个小喽啰，我还不用回公司，公司的合同都有归档备份，我打电话一问便知。查一下有没有周家村楼盘的收购计划、度假村规划。周家村的没有啊，最近度假村规划也没有新的合同啊。集团根本没有你这份合同，把这个伪造合同的家伙抓起来。我就说他就是个骗子，张助理，你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。这份合同真的是和你们沈总签的，我没有骗人。哎呦，居然连合同都是假的！你这黑心肝的白眼狼，张助理，你可一定不要放过他！好你个白眼狼，看我打死你个白眼狼！把这个骗子给我抓进派出所。等一下，你们沈总现在就在屋里，你直接问他，就知道合同是真的假的了。沈总今天明明去谈合作了，怎么可能在你们周家村？少在这里拖延时间，带走！你们沈总真的在里面，不信你可以给他打电话。张助理，你还跟他废什么话呀？我派呀，直接给他送去派出所。是啊，那个屋里就是一个女骗子，哪有什么沈总啊？他真的是沈总，才不是什么骗子。好啊，我现在就给沈总打个电话，我看看房间里面是不是他。要是不是，我连里面一起收拾。沈总，张青云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要教训？沈总，我错了，您大有原谅，饶了我吧。张助理，你叫他什么？他是谁？孙子，要不是你骗我说这里有人假冒总裁，我怎么会冒冒失失过来中断了沈总？沈总，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。你仗着是我的助理，四处狐假虎威，我们昭南集团不需要你这样的败类，立刻给我滚出昭南集团！还不滚！沈总，刚刚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可千万别跟我们一样啊！沈总，我们乡下人哪里见过什么总裁呀？这一时认错也在所难免，您可千万别生气，影响了这烂尾楼的收购啊！这到底谁才是其他人演戏的？变脸变得这么快？沈总啊，你不是说看在集团的面子上会多给一点吗？你可千万不要食言呐！好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你们的烂尾楼我昭南集团可以收购，但是价格只有这100万。凭什么我们按成本价收啊？周围其他楼盘都是200万，你们昭南集团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周家村的人呢？你们这是区别对待，你以为你是谁呢？沈总，你既然想收购我们烂尾楼，那为什么非得跟他沈集团谈呢？您跟我谈也是一样的，我是周家村的村长，我觉得您跟我谈更合适。那周大村长说说应该多少钱？对嘛，与其把这50万给他，不如直接给到我们。乡亲们，这样咱们各退一步，就180万，怎么样？哎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你是不是有点不信？这大白天的做梦呢？你是不是有点不信了？这大白天的做梦呢？嘿，我们村长好好跟你谈，你这态度也太恶劣了啊！就是这么说话呢，太过分！你们的烂尾楼根本就不在度假村的规划内，之所以能划进去，还得感谢沈总。你们倒好，还玩起坐地起价的戏码了，一群不识好歹的东西。150万就已经很低了，100万那干什么呀？是啊，你们昭南集团不能这么欺负人呐！乡亲们，不要被这个女人骗了，她就是在故意杀我们的价格，在这演戏呢。我已经问过了，这里的估价
大概是100万左右。100万就想收我们的楼啊？董总绝对不会同意的。就什么不会同意的？坚决不同意，绝对不会同意。昭昭，连累你了，都怪我，为了这群白眼狼，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。没关系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别自责。100万是昨天的价格，今天别说70万、80万，我昭南集团绝不会收你们任何一个浪费。你把我们当什么了？70、80万，打个脑瓜子呢？150万我们都不肯答应收购，低于200万我们是不可能签这个字的。沈总要是觉得价格高，可以选择不听。到200万是今天的价格，明天呢就是250万，后天就是300万。还是我们村长聪明啊！不愧是大学生，我们就不同意，1天一个价。今天200万，明天250万，后天300万，我们越拖越值钱呢。就是这样。对，咱们1天1涨，看谁先受不了。村长，那万一我们之中出了公贼，贪图开发商低价，被他们逐客击破，可怎么办呢？村长。那万一我们之中出了公贼，贪图开发商低价，被他们逐个击破了，可怎么办呢？乡亲们，为了防止我们群众中有敌人，现在呢，我们录音为证。今天在场的所有村民，我们都联合抵制低价收购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呦，这个办法好呀，这个办法就怕有人反水了。村长不愧是大学生啊，要不是他，我们被陈继川这个白眼狼生吞了，还给他数钱呢。好了，乡亲们，大家听我说啊！现在呢，我们开始录音。像我这样，我是周若琳，我同意低于200万绝不签字。我来，我是周素芬，我同意低于200万绝不签字。我是周大强，我同意低于200万绝对不签这个合同。我也同意低于200万绝不签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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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沈总，这可是乡亲们的心声呀！这价格你还是趁早认下吧，别等到价格太高了后悔啊！乡亲们的心声，这很好啊。你阴阳怪气什么呢？还在那嘻嘻哈哈的。我们周家村可没在跟你开玩笑，赶紧把价格认下，省得你以后笑不出来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没有我们所有人同意，你休想收购我们的楼去建度假村。就是收购楼。乡亲们能团结一致啊，是好事儿。那请周大村长说说吧，你们想要多少钱一套？我跟你说，哎呀，至少200万一套。那怎么行？其他楼盘是200万，咱们周家村可比他们厉害多了。我看呀，至少凑个500万。500万好啊，这500万我就能买套大别墅，然后找个小年轻当老伴儿了。一大把年纪了也不害臊。要是我呀，就买辆迈巴赫，每天早上开着它买菜，这多有面呀！你还说我呢？看你这点出息！哎，乡亲们，那咱们价格就定在500万一套，哈，不贪心，不贪心啊！如何，沈总？不会不答应吧？这要是拖到明天，就不是这个价了。我劝你呀，还是想清楚吧。想要500万一套啊？可以，我昭南集团资金雄厚，不差这点钱。但是必须得季川亲自给报告，只要他同意了，我立刻就把钱打给你。陈继川，你哑巴啦？发什么愣呢？赶紧说话呀！你不会是高兴坏了吧？不用太感谢我们，原先150万的收购款，我们给争取到了500万。陈继川，你说话呀！陈继川，乡亲们这是给你台阶下呢，你别不识抬举。你一个外来的小门小姓，我劝你啊，识相点，乖乖跟沈总说说我们收购的事儿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烂尾楼的事情还能交给你去办。让我去跟昭昭说收购的事，
我图什么？我图你们骂我狼心狗肺？我图你们说我赚黑心钱？还是图你们一口一个外姓人要把我和我妈赶出周家村？陈继川，你委屈什么劲儿呢？你一个小门小姓，我们周家村能容得下你，就应该感恩戴德。你对乡亲们啊，就应该尽心尽力一点。我没尽心尽力，周若琳，你摸着你的良心好好想想，我哪次帮乡亲们不是竭尽全力啊？他一个小门小姓，到我们周家村来占地方，本来就欠咱们了，帮点忙他还敢委屈上了？陈继川，我们哪里说错你了？你吃回扣的事情，我们还没给你算账，你这个赚黑心钱的，反倒委屈起来了。这样，你和沈总说一声，之前赔大家的钱呀，我们呀也都不要了，就当是报答你了，帮我们解决了烂尾楼的问题，让我们呀就挣那么点钱，没有功劳，我们呀也算你点苦了。说得好啊，说完了吗？陈继川，你这什么态度？乡亲们让你去说，那是给你这小门小姓出头的机会。你就应该帮我们，这么多年帮我们这么多回，你还差这一回吗？我们是一个村的，我们也是你的长辈，你凭什么不帮我们啊？啊，我们让你帮，那是看得起你。就是说话呢。行了，既然乡亲们都这么恳求了，那我就帮你们跟昭昭说。哎呀，这样才对嘛！啊，昭昭，只要我陈继川还有一口气在，我就不会让昭南集团的任何人收购周家村任何一套烂尾楼。这份合同我就此作废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好好，季琛，你终于清醒过来了，不再伺候这群白眼狼了。哎呦，季琛，你开玩笑的吧？咱乡里乡亲的这么多年，你赶紧跟沈总说了好话，把咱这几套烂尾楼都给收了啊！就是啊，乡亲们的事你不能不管呀，赶紧跟沈总说说吧。刚刚还是外姓呢，现在就乡里乡亲起来了。你们说的对，我这个小门小姓就是这么狠心。今天只要有我在，你们的烂尾楼就别想被赵南集团收购。哎，周若琳，你得说句话呀！啊，你是村干部，这件事你得站出来解决呀！啊，陈继川，你装出这副死样子给谁看呢？你能不能反思一下，为什么乡亲们对你不满意？还不是你平时不尽心吗？这你都能赖到乡亲头上，还敢联合外人一起欺负乡亲们，你真是能耐呀！反思？你们让我反思？难道不是你们生米恩，斗米仇，少拿一点就恩将仇报吗？我们恩将仇报？陈继川，你一个外姓来的，就应该尽心尽力帮助乡亲们，竟然还敢挟恩图报，你简直就是没有良心！难怪乡亲们都不待见你。好，好，好，这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。我贱得慌，我热脸贴你们冷屁股。从现在开始，周家村的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再管了。陈继川，你还没有认清形势吗？是你吃回扣，联合外姓人打压乡亲们，你就应该赶快求求沈总收购烂尾楼，好赎清你吃回扣的罪孽。这里是周家村，不姓陈，你不去求沈总，不怕乡亲们以后戳你的脊梁骨吗？不怕乡亲们把你这个外姓给赶出去吗？对，赶出去，用不着你们赶人。我和我妈这就搬出周家村，从此以后，我们母子与你们再无干系，度假村的规划更与你们无关。陈继川，你闹什么脾气？又把自己当成很重要的人吗？到了城里，你以为还有像我们周家村这样帮助你的人吗？别做梦了！陈继川，这里没人在乎你的去留，只要你把乡亲们的事情办好了，
之前你吃回扣的事儿，我们就不追究了。好啊，陈继川，你敢打村长？你个外姓的好威风啊！你们周家村的人没有资格追究我，现在就从我家里给我滚出去！季川让你们滚，没听清吗？我们昭南集团绝不会收购你们的。你们既然想要更高的价格，那就去找人收拢收拢。沈总，我敬您是集团总裁，叫您一声沈总。您那么有钱，就不能帮乡亲们个小忙，收购烂尾楼吗？你就那么自私吗？不过举手之劳，这都不肯帮，还说大老板呢？我看你们这种公司迟早要倒闭。就是啊，你有没有点格局呀？大方一点，这么点小钱就计较呀？你们公司还想赚钱呢？我看呀，不成了。哎呀，天上的资本家呀，就知道救我们农民！哎呀，要不点理呀，黑心肝呐！那我今天就告诉你，你们周家村的烂尾楼，我昭南集团绝不会收其中的任何一套。沈总，反正我们合同已经签了，您现在要是反悔的话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无论如何，你们今天必须收购。对，必须收购，必须收购。村长说的对，你们不收购也得收购。没错，今天你们必须得拆，你们不许少来。你们这些人简直是无耻至极！之前非要高价，现在我们不收购烂尾楼，你们这样是在威胁我们吗？威胁我们也没用，我们昭南集团绝对不会拆你们周家村的任何一套。别打动我！别动啊！沈总，你话不能这么说吧？咱们可是签了合同，你要是不收购，那可是算违约的。沈总，你话不能这么说吧？咱们可是签了合同，你要是不收购，那可是算违约的。对，你要是不收购我们的楼，我们就告你违约。哎呦，到时候这违约金可不少啊！买套市中心的新房啊，都绰绰有余啊！都是赚钱，违约金还翻倍呢。买了新房还可以买豪车呢。好啊，既然你们有合同，那把合同拿出来。坏了，合同被陈继川的黑心肝子撕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的豪车豪宅都没了呀！这合同我们还怎么办呀？我钱了，我谁呀？周还怎么办？周老连，要不是你非要带头闹事，烂尾楼收购怎么会黄啊？周若琳，今天你必须给乡亲们个说法。说。这收购的开发商又不止他们昭南集团一家，我们找别的开发商收购烂尾楼也一样。哟，就你能认识什么大老板呢？别说大话。我是大学生回村，城里熟着呢，难道我不认识？你认识吗？对呀，我闺女可是大学生，她在城里人脉牛着呢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们尽早从我家滚出去！保镖，来把这群闹事的人给我弄出去！你干什么呀？昭昭，对不起，你交给我的任务，我给办砸了。嗨，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呀？那是他们那些人咎由自取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好了，别管他们了，你明天到集团找我一趟，我有事找你。好。对了，我今天来找你，是为了提亲的事儿。你要向我提亲？对，你之前要回村建设家乡，我们被迫分开，现在终于重逢了，你还愿意重新跟我在一起吗？
我当然愿意了。只是现在收购的事情还没有结束，等告一段落，我们再考虑结婚的事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切都听你的。陈继川这个白眼狼，竟然敢联合那个女人一起赶我们！这开发商要是不收购我们的烂尾楼，可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指望着赔偿款换大房子呢。你可得想想办法。刚刚可是你带头跟陈继川对着干的，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呢。哎，我什么时候带着你们和陈继川一起对着干了？刚才不是你说的500万一套吗？现在500万打水漂了，150万也没了啊！你不承认是吧？要不是你们自私自利，闹得那么凶，陈继川怎么可能跟我们翻脸？我告诉你们，这钱我要是拿不到，你们都他妈别想好过。都是你啊！要不是你出主意，我们早就签合同拿钱了。我们的钱要是没有了，你也别想在村里待了。就是，要不是你周若琳多番阻挠，怎么会闹到现在这个地步？我不管，你今天必须给我想个办法。哎，行了，别吵了，安静点儿。我打个电话。喂，张主任，我是周家村的村干部周若琳的。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，就是我们村的那个楼盘不是刚好划入到度假村的规划范围之内吗？我想问一下，你关于这个收购的事儿，就是除了招南集团公司，还有没有其他公司有能力能够收购我们的楼啊？你们的楼呢是烂尾楼，本身开发价值就不高，这数量又多，除了招南集团，没有人有这个资金收购你们的楼。哎呀，这下可完了，得罪了招南集团，谁还收咱们的烂尾楼呀？就是。周若琳，要不是你非得去找陈继川的麻烦，我们怎么会得罪陈总？我不管，你必须得想个办法，把我们的收购款给弄回来。就是把钱要回来，弄回来。行了，你们都别吵吵了，打着电话。哎，张主任，我们这都是农民，你别说些弯弯绕绕的话，你给我个准信儿行吗？我们这个楼能拆吗？你们也别着急，不出意外，应该还是会收一个楼盘做度假村的。好，哎，张主任，谢谢您啊，改天我请你吃饭啊。哎，好，回见。那怎么样啊？张主任怎么说？人家张主任说了，提交的度假村规划还差一个楼盘，这招南集团呀，最后还是得收购我们村的楼。可附近应该还有一个楼啊，我记得是李家村的。对啊，招南集团不会跑到他们村里收楼吧？是啊，怎么可能？你傻呀？那李家村的楼又破又远，傻子才收他们的楼。咱们村的楼呀，虽然是烂尾楼，但是好在位置好嘛。咱们呀，这就去招南集团跟他谈价格。走。好，哎，走。季川，这是李家村的承包合同。他们的楼虽然偏远一些，但是刚好跟之前规划的区域连在一起。之前周家村的楼没让你承包成，这一次啊，李家村的楼就交给你承包。好，这次我一定给你办得漂亮。不过度假村上报的数量确实少一个楼，如果李家村那边不同意，恐怕你还是得收购周家村的烂尾楼。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烂尾楼被收购的，你放心。陈继川，沈昭南，出来！滚出来！沈昭南，滚出来！你们不是看不上招南集团吗？来干什么？陈继川，别装了，我们呀是来跟你谈价格的。刚刚张主任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你们招南集团必须收购一个楼盘。谁给你们的自信？我们收购楼就一定得是你们周家村的？没收的只有周家村和李家村的楼，难道你放着更近、更大周家村的楼不收，跑大老远去收李家村的楼不想？就是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就多给点收购款，之前的事就算了。喜欢做白日梦，回家做去，别在这儿打扰别人工作。陈继川，你什么态度？别磨磨蹭蹭的！我告诉你，赶紧把价格谈一下，这价格嘛，不能比别人少。
至少要300万。周二丽，你们村就没有被收购？别在这儿狮子大开口。装，继续装，赶紧把300万的合同拿出来，乡亲们还准备拿钱回家呢。对啊，乡亲们都等着拿钱回去了。你要是再拖延时间，那可不止300万了，我们要500万。咦，这合同是不是我们的？赶紧拿过来，让我们签。不是。你给我拿过来！你们别乱动。连我们合同都藏藏掖掖的，我看你啊就没安好心，想偷我们的钱是吧？你睁开狗眼好好看看，这里面到底是不是你们周家村？陈继川，你发什么疯？明明收购的是我们周家村，凭什么换成李家村的？就没有人要收购你们周家村的楼，500万，更是别想了。你可是我们周家村的人，你想胳膊肘往外拐啊？胳膊肘往外拐。当时你们赶我出来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收购的事也是你们自己不要的，怎么赖到我头上了？反正我不管，你是周家村走出去的人，必须收购周家村的楼。你们周家村的楼，我是一套都不会收。你们别在这儿痴心妄想。陈继川，你就装吧，你根本不是昭南集团的人，也没有资格替昭南集团收购我们的楼。我没资格，我是昭南集团创始人，怎么没资格？你少在这里招摇撞骗，谁不知道昭南集团总裁、创始人是沈总，那是他和他大学男友一起创办的，跟你这个骗子有什么关系？就是啊，你不会以为自己跟沈总谈了个恋爱就可以取代人家前男友的位置吧？啊！哎呦，真是搞笑！我们周家村怎么出了你这种销量？你们要是不信，那我叫昭昭下来，你们一问便知。你和沈总那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，谁知道他会不会因为这层关系替你隐瞒呀？没错，谁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呀？你们就是非得无理取闹是吧？随便，爱信不信。让开，我还有事。哎，陈继川，我告诉你，你不仅吃回扣，还冒充沈总男友。哈，你要是不想办法把我们周家村的楼列入到规划范围之内，我就把你干的那些龌龊事儿都告诉沈总。你要告诉我什么？沈总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虽然我们都是农民，有些事情不太懂，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样把我们当傻子忽悠呀。为了讨好你的亲戚小男友，以权谋私，把原本属于我们村的度假村指标给了其他村。原属于你们村的度假村指标，周二林，你真是好大的脸啊！谁告诉你度假村的指标一定是你们村的了？难道不是吗？嗨，乡亲们，咱们刚才给发改委的张主任可都打过电话了，度假村提交的收购楼盘还差一个，而我们村刚好离其他度假村区域最近，你不收购我们楼盘，偏偏跑去离最远的李家村收购，你不是以权谋私是什么？周若琳，你起码算是个大学生，能不能不要每天做梦？昭南集团原本定的就是收李家村的楼，要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怎么可能敢收你们的烂尾楼？你他妈的才做梦呢！我们村明明离得最近，原定的怎么可能是李家村的楼？哎，你以为你是谁呢？昭南集团这么大的公司，难道是看在你一个总裁情人的份上，才愿意收购我们村的楼的？真是笑掉了大牙！这本来就是该收购我们村的。够了！既然你们不死心，那我就告诉你，季川原本就是昭南集团的创始人，这家公司能有今天，全是季川的心血。当初要不是为了你们，为了周家村的发展，今天坐在总裁位置上的人就是他。我劝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。无论如何，我是都不会收你们村的楼。哎呀，季川哥，既然你都是昭南集团的创始人了，那你这么大人物，收一下我们村的楼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？就是啊，哎，季川呐，婶子可是看着你长大的啊，你可不能不管婶子。价格嘛，最好再高一点，也不枉我这么多年照顾你们家呀。照顾？你什么时候照顾过我们家了？这些年
不都是你们在吸我们家的血吗？季川，你这么说话可是伤了乡亲们的和气了。都是一个村的，有什么事过不去的？您这么大的人物，更应该心胸宽广点，就收了我们村的楼吧。就是，季川哥，你看你这么有出息，哎，我们大家伙可都为你高兴的。你看你也是村里培养出来的，那回馈一下村里也是应该的嘛。我是我妈，我老师培养出来的，关你们什么事啊？别说回馈，我没让你们把这么多年吸的血吐出来，已经算是仁慈。看着没，这集团创始人又如何？还不是因为个人恩怨不肯收我们的楼？黑心干的白眼狼，乡里乡亲这么多年，就因为几句拌嘴不肯收我们的楼啊！为了让乡亲们的钱打水漂，你的该死的白眼狼竟然跑去更远的地方收楼，你简直是遭天谴！就是。哎呀，我了，你不行了，你必须收了我们的楼，不然我就走了。赶出去！要不是你，我们怎么会沦落到今天？还装的多有办法，还不是干不过人家陈继川？闺女，这到手的钱飞了，你可千万得想想办法。反正他们肯定得收购一个楼。如果李家村有人不同意，那他们就只能收购我们村的楼了。啊，好，那不行。对。陈先生，我们李家村条件不好，招待不周啊。没关系，收购的事李村长都和大家说了吧？哎，说过了。我呢，承包了度假村项目的一小部分，负责收购楼盘。你们的楼也在规划范围内，收购价是100万一套，你们的成本价是80万，招南集团会给20万作为补偿。大家看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没问题，能收购我们已经很开心了，赶紧来签合同吧！签合同！你们李家村不能签，不能签，对，不能签！你们啊，可别被他骗了，他什么100万？你们知道吗？其他楼盘的收购价格那可是200万，他呀一套房子硬生生吞了你们100万。周若琳，你又来搞什么鬼？我只是替乡亲们揭露真相吧？怎么这就急了？你个周家村的，我们李家村逞什么威风？要不是陈先生，我们的楼盘还不能被收购呢。你在这儿诋毁陈先生，你谁呀你？就是我们李家村的楼那么远，能拿到这个价格已经很公道了，还想怎么样？你们这一群蠢货，自己的楼被贱卖给骗子，还给人数钱呢！咱们李家村的楼，相比较于其他楼盘，在各方面都会差一些。招南集团只能最大限度给予大家补偿。大家可以看合同，这上面有集团的评估报告。我只收取了大家后续开发的一点点费用，没有赚多的钱。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联络。你们自己村的人贪心不足，以为我们李家村的人跟你们一样白眼狼啊？就是陈先生这么多年为了周家庄穷尽心血，却不收你们1分钱，你们竟然这样对他，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呀！我好心帮你们，你们反而倒打一耙，不识好歹是不是？还骂我！好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与狼呀！我们知道自己房子值什么价格，李家村的人不是贪心不足的白眼狼，不像你们不知感恩，竟敢带人来羞辱陈先生母子。你们口口声声骂陈先生是白眼狼，是骗子，我看你才是最大的白眼狼，诈骗犯。200万本来就是我们该拿的，凭什么人人都是200万，只有我们是150万？哈，倒是你李婷婷心高啊，100万一套都敢卖，哎呦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呀！你怎么跟我们村长说话的？我们村长一心为了李家村的未来着想，你竟敢在这里诋毁他！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乡亲们，我们把这只白眼狼赶出去！赶出去！走！快赶紧，快走！走了，走！来，我。
都是这点闹的。哎呀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周若琳，今天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说好了能让李家村不同意收购的，结果呢？啊，人家几句话就扭转了局面。现在好了，李家村大义拆迁，哪还有我们的事儿啊？我好好的豪宅豪车都被你给毁了，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必须！干什么？别碰我！哎，好啊，你敢推我们？乡亲们有今天都是你害的，你还敢推我们？你们现在把锅甩我身上，都是你们贪心。要不是你们贪心，哪有今天这事儿吗？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哎，这我啊，是你挑唆乡亲们对付陈继川啊，害我们丢了收购款。我们没有你这样的村长，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淑芬，别，乡亲们，哎呀，淑芬，哎，若琳，你们敢撵我，我是村长，村长又怎么了？村长害我们丢了收购款呢？你们找我麻烦算什么本事？事到如今，反正也拿不到赔偿款了。你们不是有能耐吗？你们去公司去阻止他们开工啊！他说的也有点道理啊。是呀，反正我们没有了收购款，烂尾楼的本钱也收不回来。这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说不定能扳回一局，给赵南集团给咱们签个合同呢。你们又来干什么？陈继川，今天呀，乡亲们是来讨要说法。你身为周家村的人，却不给乡亲们收购名额，今天呀，必须多一个名额给我们。对，必须多一个名额，还要多多赔偿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就赖在你们门口不走了。你们谁都别想上下班。多一个名额，你们当这是菜市场买菜随你们心意？怎么，你不是招南集团的创始人吗？连这点事儿都办不出来，还大人物呢？我看呀，就是不想帮乡亲们。对，错了。收购名额早就报上去了，招南集团也不可能因为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加名额，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好啊，那我们今天就赖在这儿，来，把门给我堵上，看你们招南集团受不受得住。没错，我们拿不到收购款是绝对不会倒的。陈继川，你立刻打电话上报新名额，不然的话呀，我们今天就不单单是堵大门这么简单了。我们稍后呀还会进去，让你们员工没办法工作。拿这种事威胁我，我们招南集团还没那么容易妥协。陈继川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来，乡亲们，把门给我堵死了，堵死了！我看他们招南集团能耗到几时？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给我回去！你们别想用这种方法逼我们妥协。保安，都给我赶出去！不走，也不走，淑芬！哎呀，打人了！招南集团打人了呀！陈继川，你不给我们赔偿款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敢打人！陈先生，我没有推人。你们想赖账是不是？看把我们人打的！你把我们的人打了，这事儿就不能这么算了，必须赔款！要100万赔偿！我们的人没有打你们，这个赔偿款我们不可能给。你们有证据证明没推吗？没有，就必须赔款。谁说没有证据的？谁说没有证据的？不会是人证吧？这里站的可都是你们自己的人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也有人证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必须赔款100万，1分不能少。你们的100万怕是要泡汤了。这就是证据。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证据确凿，是周若琳推的人。
这就是个意外。要不是你们昭南集团赶人，我也不能不小心撞到素芬婶儿。就是，要不是你们推人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你们必须赔偿！哎，周若琳跑到这里来招摇撞骗、搞敲诈，立刻报警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乡亲们，他们害我们拿不到收购款，还用报警威胁我们，这个事儿千万不能就算了。哼，不就是个破公司吗？给我砸！都是他们把我害成这样的，今天不把这里砸得稀巴烂，我都不姓周。昭南集团这么大的公司，遍地都是宝贝。等会儿我们砸的时候，兴许还能顺回去一件呢。来，砸着！保安，拦住他们！这个怎么办啊？陆助理，给张主任打电话，让他来处理。是。陈继川，你看他们，大家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你们闯进公司破坏财物，这是违法的。等警察来了，就是一顿打牢的时候。那又如何？反正法不责众，我们这么多人，还怕把我们抓了不成？谁说不能把你们都抓了？张主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告诉你，还有一个地产项目要收购，不是让你来昭南集团闹事的。张主任，警察同志，这群人破坏我们昭南集团的财物，请您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沈总放心，你们为度假村项目奔波，这种小事交给我们来解决就好了。把这几个聚众闹事、毁坏财物、招摇撞骗的人给我抓起来！我们冤枉！季川哥，我们可是一个村的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快救救我们呀！他们能有今天，真是咎由自取。好了，季川，别管他们了。我们既然重新在一起了，是不是该把领证的事情提上日程了？咱们一起挑个好日子领证。